如果要寻找一个不脱离现实的桃花源，江南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江南的生活既能吟弄风月，更能笑看风云，既有才子佳人，也不乏经世大家，既载得起历史之重，更能开拓出长盛不衰的繁华。在千年岁月的涤荡下，有一座被悠远岁月轻轻遗忘的江南古城，大诗人苏轼曾赞誉它为人间天堂。而如今，这个承载着千年历史的文化之邦，以其绵延的水乡风光和独具特色的鱼米之乡形象，被誉为魅力无锡。这是一座浸透着古典韵味的现代都市，其不仅有着古色古香的水乡建筑，还有着现代化的城市景观和繁华的商业街区。若以江南比喻为中华母亲的锦绣鲜衣，那么无锡便是其中一枚精致的纽扣，巧妙地镶嵌在其胸前。所以本期视频就请跟随我们一同探寻这座被人遗忘的江南水乡无锡。无锡市位于江苏省南部，北部临着长江，可以通达江海，南边坐拥着太湖，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，占尽了江河湖海的便利。自古以来商贸发达，文化兴盛。米市、司都、布码头、前码头汇集在无锡，有江南的典型的富庶与美景，所以人们赞美它浓缩了江南。而无锡的故事就在烟波浩渺的太湖里，穿城而过的运河中，风景秀丽的惠山间悄然展开。在水韵江苏这个大旅游 IP 里面，源头渚太湖山水风景的地位举足轻重。这里有山长水阔、翻影点点的自然山水画卷，也有小桥流水、绿树人家的山乡田园风光，还有典雅精致、古朴纯净的江南园林景致。源头渚独占太湖风景最美一角。当无锡城区早已进化成现代都市的模样，而源头渚还定格在古香古色之中。源头渚形如一只巨猿，翘首于湖面，因而得名，更享有太湖第一名胜之美誉。郭沫若先生曾盛赞此地太湖佳绝处，毕竟源头渚。这绝妙的赞誉仿佛将我们带入了那如梦如幻的景致之中。每逢阳春3月，源头渚便迎来了一年中最绚烂的时刻——国际樱花节。届时，樱花谷冲山隐秀，长春桥一带仿佛化身为一片粉色的仙境。那朵朵盛开的樱花，犹如粉妆玉砌的少女，羞涩而婀娜，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踏青赏樱。漫步其中，仿佛置身于一幅流动的画卷，让人流连忘返。在无锡的太湖之滨，隐匿着一处人间胜境——灵山胜境。这里被誉为中国最佳佛光普照景区，同时也是世界佛教论坛的永久会址。灵山的历史可追溯到1000年前的唐代。传说玄奘大师西天取经归来，游历至东南，见此地层峦叠翠，景色非凡，大为赞赏，遂命名为小灵山。这片神奇的土地仿佛自古便与佛教文化有着不解之缘。灵山胜境由小灵山、降福禅寺、灵山大佛等景点组成，形成了一山一寺一佛的壮丽景观。其中灵山大佛巍然屹立，双目垂视，眼神睿智慈祥。湛蓝的天空下，白云悠悠，仿佛大佛在微微颔首，动人心魄。大佛的身体各部匀称适度，依侍者纹明快流畅，飘逸灵动，无论是远观还是近瞻，都令人赞叹不已。整个园区湖光山色、园林广场、佛教文化、历史知识交相辉映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。而在佛光普照的灵山之畔，还有着一处如诗如画的度假胜地——拈花湾。这里禅意深深，每一花、每一水都流淌着宁静与和谐，被誉为净空、净土、净水的心灵归宿。拈花湾是一个以禅为核心文化主题的度假天堂，集翠隐秀，聚精会神，云水天地，气象万千。它的整体外在构造宛如佛祖拈花之姿态，灵动而庄严。步入其中，你会发现，无论是整体布局、假山水泉，还是亭台楼阁、一草一木，都仿佛经过岁月的沉淀，流露出宁静的禅意美学。在这里，安宁清静是主旋律，微风拂过，带来的是淡淡的花香和禅意的气息，让人心灵得到深深的洗涤。你可以漫步在青石板路上，感受那份与世无争的宁静，也可以坐在水边，听泉水叮咚，观云卷云舒，享受那份自在与悠然。在江苏宜兴的胡府镇，还藏着一处令人心驰神往的仙境——宜兴竹海风景区。这里近1.5万公顷的竹海连绵起伏，随着山势的起伏，竹海仿佛波涛翻滚，绵延不绝，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自然画卷。
这片竹海横跨江苏、浙江、安徽3省，有着华东第一竹海的美誉。作为江苏最大的毛竹产地，它代表着中国竹风景和竹文化的精髓。在这里，每一根竹子都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，每一片竹叶都闪耀着翠绿的光芒。景区内山清水秀，四季如诗，1日之内晨光初照，竹影婆娑。这里的山水之美，仿佛是大自然最精致的馈赠，让人流连忘返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竹海景区内的银湖与太湖近在咫尺，从竹海山上流下的溪流清澈见底，被誉为太湖第一源。这山泉水终年不干涸，水质纯净，据传可以直接饮用，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恩赐。在无锡的繁华都市之中，隐藏着一处古朴而神秘的所在——惠山古镇。其历史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建成的惠山寺。唐代和明清时期，人们在这座古寺旁陆续建起了园林、祠堂，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惠山古镇。这里的祠堂主要集中在龙头河沿岸和直街上，每一座祠堂都承载着一段独特的历史和故事。京杭大运河的支流从惠山古镇穿流而过，为这里带来了无尽的繁华与热闹。运河的水波荡漾，与古镇的古朴建筑相映成趣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。而古镇中开凿于唐朝大历年间的泉水，甘甜可口，适宜泡茶。茶圣陆羽曾亲自品评此泉，赞誉其为天下第二，因此得名天下第二泉。1000多年以来，虽然天下第一泉的名号始终备受争论，但天下的第二泉却只此一家，无人质疑。而在无锡的繁华都市之中，还有一处清新脱俗的江南园林——梨园。这座老牌公园以水景见长，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镶嵌在太湖之滨，成为无锡的世外桃源。梨园的名字蕴含着一段浪漫而古老的传说。相传春秋时，范蠡携美人西施泛舟于此，湖光山色间，两人情投意合，留下了一段佳话。梨湖因范蠡而得名，而梨园则因梨湖而取名。每一处风景都似乎在诉说着那段古老美好的传说。漫步在梨园之中，仿佛置身于一幅江南水墨画中。园内绿树成荫，花香四溢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，每一处景致都精心设计，既体现了江南园林的精致与典雅，又不失自然与和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梨园的东部有梨湖公园的摩天轮，它矗立在那里，与梨园的美景相映成趣，仿佛能捕捉到时光的美好与宁静。在旅程的最后，我们来到一处古朴而庄重的佛教圣地南禅寺。这座寺庙就称梁西峰大刹，历史悠久，高僧辈出，是江南地区的一颗璀璨明珠。南禅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天圣年间，那时宋仁宗赐名福圣禅院，赋予了它无尽的荣耀与庄严，而南禅寺之名也由此而来，被誉为江南最胜丛林。如今我们看到的寺庙是上世纪80、90年代重修的，但其古朴典雅的风貌仍然不减当年。走进南禅寺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天王殿，它巍峨耸立，气势磅礴，仿佛在诉说着寺庙的辉煌历史。这里的夜景也值得一看，当夜幕降临，寺庙的灯火与周围的霓虹交相辉映，形成一幅美丽的画卷。这就是无锡，湖光山色，碧波荡漾。它是诗画里飞翔的白鹭，也是现实中璀璨的明珠。春雨绵绵时，可见樱花烂漫，城市花香四溢；古镇幽深中，可听丝竹悠扬，古韵萦绕心间。无锡将一份温婉送到每个人的心田，让我们陶醉于水乡美景的同时，也感悟着文化的传承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喜欢请记得点赞、评论、收藏、转发。这里是世界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